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有没有过这种时候？凌晨1点还在改第8版方案，手机里躺着妈妈1小时前发的今天煮了红烧肉，等你回来，你盯着屏幕里的未读，突然鼻子发酸，不是不想回，是真的没时间。早上闹钟响到第3遍，你终于爬起来，揉着乱蓬蓬的头发刷朋友圈。看见闺蜜发的清晨5点的瑜伽照配文，自律让我自由。你对着镜子你肿眼泡的自己骂，我也想自律啊，但我连起床都要拼半条命。到公司刚坐下，领导就扔来3个紧急任务，你喝着凉掉的咖啡，突然反应过来，我好像变成了个高效的废物，忙得脚不沾地，却根本不知道在忙什么。其实不是你不够努力，是你没找对打开生活的正确方式。今天要聊的这本书，帮10万人跳出了瞎忙循环，他们教你如何成为时间管理大师。也没让你逼自己早起，而是把高效人生的密码拆成了人人都能学的习惯。它就是着力一本让你和自己和解的成长指南。1. 为什么你越努力越迷茫？因为搞反了成功的底层逻辑。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乔布斯为什么能做成苹果？是因为他天生聪明，还是因为他每天工作18小时？都不是。书里说，乔布斯每天起床第一件事，是对着镜子问自己，如果今天是我生命最后一天，我还会做这件事吗？他不是在装深刻，是早摸透了一个真相，真正的成功从来不是拼尽全力，而是用对习惯。着力在书里写，高效生活的核心，不是你做了多少事，是你养了多少对的习惯。他翻了100多篇心理学论文，终于找到了习惯的开关。任何习惯的形成，只需要3个步骤，提示、行为、奖励。举个最接地气的例子，你想要每天喝8杯水的习惯，别定必须喝满8杯的死目标，试试这样。一提示，把水杯放在电脑旁，看到水杯等于该喝水了。2行为，不用逼自己喝1杯，就喝1口，先启动再说。3. 奖励，喝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又为身体做了件好事，给大脑一个正向反馈，是不是比定闹钟提醒喝水靠谱100倍？还有个更懒的方法，叫习惯叠加，把新习惯贴在旧习惯上。比如你每天早上必喝1杯咖啡，那下次喝咖啡的时候，加5分钟冥想，不是让你盘腿坐半小时，就闭着眼睛深呼吸，闻闻咖啡的香气钻进鼻子里。你看，习惯不是额外的负担，是给旧生活加一点新东西。就像你给旧外套缝了个新口袋，不用换整件衣服，却能装更多小确幸。聊完底层逻辑，你肯定想问，那到底要养哪些习惯啊？别慌，我从书里挑了3个懒癌也能做的，我自己用了1个月，直接把瞎忙指数从10分降到3分。1. 早起的真相，不是起多早，是怎么用早上的15分钟。你是不是一听早起就头疼，觉得我这种夜猫子根本做不到？着力说，早起的本质是给一天定个不慌的基调。他的方法超温柔，别一下子从7点改到5点，就每天提前15分钟起床。比如你原来7点起，明天试试6点45。这15分钟要做什么？不是让你去跑5公里，是做一件只属于自己的事。1. 读2页你想看但一直没看的书，比如我最近在看小王子，就看2页，不多。2. 泡1杯热牛奶，慢慢喝掉，感受温度从嘴唇滑到胃里的暖。3. 或者对着镜子笑一笑，说今天会是好的一天，别觉得傻，清澈比喝红牛管用。我试了2周，最大的变化是，原来早上像打仗，现在居然能慢悠悠出门。昨天早上我甚至还煮了个水煮蛋，咬着蛋站在窗边看楼下的猫，突然觉得，原来我也能拥有不慌的早晨啊。时间管理，不是挤时间，是感恩东西。你是不是总觉得时间不够用？比如刚写完方案，同事就来找你帮忙改 PPT， 结果自己的重要项目拖到 deadline。着力教了我一个狠招，用4象限法把事分成该做的和该扔的。1. 紧急又重要，比如明天要交的提案，立刻做，别犹豫。2. 重要但不紧急，比如学新技能、陪家人，固定时间做，比如我每天晚上8点学1小时剪辑，雷打不动。3. 紧急但不重要，比如别人让你帮忙带奶茶、取快递，要么拒绝，要么找别人替你做。4. 不重要也不紧急，比如刷短视频、聊闲天，直接扔。我原来就是老好人，别人找我帮忙从来不会拒绝，结果自己的事全拖到最后。现在我学会了说，抱歉，我今天要赶方案，没法帮你，不是冷漠，是我终于明白，把时间留给自己的目标，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。还有个番茄工作法，超适合注意力分散新人，每工作25分钟，休息5分钟。我现在写文案的时候，会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，设个25分钟的闹钟，到点就站起来走2步，喝口水。你猜怎么着？原来要写3小时的文案，现在1.5小时就写完了。3.
正念不是什么都不想，是把心拉回当下。你是不是觉得正念冥想是修行人的事？我之前也这么想，直到试了佐力的5分钟正念法。吃饭的时候，别刷手机，好好尝一口食物的味道。比如昨天中午我吃红烧肉，特意放下手机，咬一口肉，感受油脂在嘴里散开的香，咽下去的时候，感受喉咙的滑动。喝一口米饭，感受米粒的嚼劲。突然发现，我之前吃了30年红烧肉，居然从来没尝过它真正的味道。佐力说，正念不是消除杂念，是当杂念来的时候，轻轻把它拉回来。比如你工作时突然想到要给妈妈打电话，别骂自己怎么又分心了，就记在便签上，然后继续工作，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才是正念的核心。我现在每天晚上洗澡的时候，会刻意感受水打在身上的温度，从肩膀到后背，慢慢往下流，就5分钟，能把白天的焦虑都冲走。说到这，我想问问屏幕前的你，或者你现在最想改变的习惯是什么？是早起少刷手机，还是多陪家人？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，我们一起当习惯搭子。聊了这么多习惯，你肯定想问，我之前也试过养习惯，比如每天运动30分钟，结果坚持3天就放弃了，怎么办？佐力的答案超反人类，别定大目标，定小到不可思议的目标。比如你想每天运动30分钟，那就从每天1个俯卧撑开始，是不是觉得这也太简单了？但你知道吗？当你趴在地上做了1个俯卧撑，你大概率会多做2个，因为启动成本太低了。书里有个叫艾米的职场新人，原来天天加班到崩溃，后来用微习惯，每天下班前10分钟写今日总结，就写3句话。今天做对了什么？没做好的是什么？明天最该做的一件事。3个月后，他不仅能提前1小时下班，还升了职，因为他慢慢发现，改变不是一次性革命，是每天多做1%。还有个企业家马克，原来每天凌晨2点才睡，早上9点才起，开会总犯困。后来他用微习惯，每天提前15分钟起床，喝一杯温水，做5分钟拉伸，慢慢的，他能提前30分钟起床。再后来，他用早上的时间陪孩子吃早餐。你看，习惯不是约束，是给生活留余地。其实佐力不是一本教你变自律的书，是一本教你爱自己的书。它没让你逼自己做完美的人，而是告诉你，你不需要成为别人，只需要找到让自己舒服的习惯。就像佐力在书里写的，生活的艺术不是追求卓越，是养成正确的习惯。每一个微小的改变，都是迈向幸福的一步。如果你也想跳出瞎忙循环，去读佐力吧。记住，改变不是我要变成完美的人，是我要变成更像自己的人。最后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用，点个赞，让更多瞎忙的人看到这篇视频，转发给你那个总说自己没时间的朋友，告诉他，不是你不够努力，是没找对习惯。关注我，我是书海时光，下期再见。